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《忍者神龟》史莱德的复仇第2期。昨天的第1期攻略了前5关，今天继续。我使用的仍然是艾普雷尔。有小伙伴看了上1期，就问我，为什么艾普雷尔的身手这么好，还会在动画片当中被抓走那么多次？其实这个原理有一点像马里奥的碧琪公主。我仍然是在单打。这个游戏人数越多的话，好像越简单一点，但是也更加的混乱。人数多，游戏变简单的前提是大家的水平差不多。我用艾普雷尔的时候，最常用的一招其实是 AB， 尤其是打 BOSS 的时候。这里出现了对方的蜘蛛机器，弱点是上方驾驶的小兵。我放了一个超杀。上期有小伙伴问我，论武的超杀怎么放？闪避之后再按超杀键就可以了。游戏是内置了出招表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虽然那个出招表比较长，20多页，但是教的东西也是比较全。但是，一些浮空的连段、连续技就需要玩家自己开发了。流星锤的小兵攻击之后，咱们才可以上去打，否则的话会被轮到。6到10关的流程会比1到5关稍微长一点，后面的6关有个别的关卡。通过需要10分钟左右，时间就更长了。我现在6条命了，分数奖了3条命，每200分就会奖命。野猪和犀牛跑了。游戏的节奏其实非常的快，咱们出招的时候大部分是下意识的，尤其我也是刚刚接触这款游戏，上来就被砸了2次，这里一定要给我回复的血量，不然这2下损失很大。又被砸了一下，半条的血没了。这样的话，咱们的血量大概是够他砸6下。其实人物受伤之后，还有一个不太好的因素，就是你的气槽会被清空。另外，有小伙伴问我，论武超杀的出法也是因为他玩的是故事模式，我玩的是阶级模式。阶级模式开场就可以使用所有的技能。但故事模式是有升级元素的，能量等级提升到一定的水准才能够使用新的招式。这里的街机不能打，说明到 BOSS 了。前边场景里的街机我打了好几个，大家可以看见，这里的街机有赛车游戏，还有飞行射击游戏。本关的 BOSS。这个 BOSS 很讨厌，会召唤。咱们先打他，然后放一个超杀。召唤出来之后，打召唤物，打完之后他还会再出现的。每次隐身之前，他会放一个 AOE 的攻击，需要躲一下。如果你有超杀的话，就不用躲了。我这里被口臭攻击给熏到了。眩晕了一会儿，差1下，差1下还要再打1轮。
一个超杀可以带走。我玩的是普通难度，不是最困难的难度。游戏还有一个简单的难度。这里他们拿走了克朗的身体，这是游戏当中出现的第2个克朗的部件。前6关他们争抢的都是克朗的头。第7关了，这里出现了拿着长矛的士兵，这种长矛的士兵其实比较难对付，他主动的攻击意愿非常的强烈，咱们试图从 Y 轴接近的时候，往往会被戳中一枪，而且他在屏幕边缘出现的时候，其实非常的突然。如果不想被戳中，那每一关都需要背板。但是这款游戏的版面实在是太长了，我通关一次大概用了1个半小时。刚刚我还掉到楼下去了，这里竟然还有掉下去的元素。刚刚那2个小兵也掉下去了。上方的广告牌后边还藏着对面的小兵。其实这个元素大家在当年红白机版本就见过，很多小伙伴也被砸到过。弓箭小兵，弓箭小兵有2种，这种是平射的，还有一种是曲射的。射出的是抛物线。出现了。我刚刚把一个小兵投向了屏幕的方向。有2个投掷的技巧，其实是从超人平台的，还有 MD 平台的忍者神龟继承下来。可以抓住敌人，反复的摔，也可以扔向屏幕。扔向屏幕就算是秒杀了。这里可以无限的放超杀，但是有时限。射箭的小兵射完之后就要跑，打他也可以拿到分数。大家注意，这种拿着刀的小兵其实非常难对付，他会防御，而且防御之后出刀非常迅速。攻击他硬直的时间就是他跳跃攻击之后。近身搏斗危险性很大。长枪的小兵还有拿刀的小兵都比较难对付，这里竟然他们2个一起出现。感觉这样可以一直连下去。3个拿刀的，利用一下这个箱子吧。拿斧的小兵有钢体的效果，很多小伙伴管这个效果叫霸体，其实大家懂就可以了。BOSS 战，这一场 BOSS 战需要打2个，这2个家伙冲刺还会撞到一起的。我这里是有一个血量作为托底的，所以说可以打得随意一点。已经把猪干掉了，
单人 BOSS 的血量比较少，多人的时候虽然是咱们输出很多，但是 BOSS 的血量也长。我先把这个血量减了吧，不然就浪费了呀。因为减这个血量被打了好几枪。好的，2个 BOSS 都推倒了。原作当中，艾普雷尔有这个身手，还有神龟什么事儿啊？自己一个人就横扫大脚帮。拿着话筒就把他们轮趴下了，还有摄影机。他放跳跃超杀的时候，是跳起来之后向地面摔一个摄影机。身手好不好放一边，这也太有钱了。本关是一个空中的强制卷轴关卡。这关人物的落点就是脚下的滑板。但是回血的道具它是没有滑板的，所以你很难判断它在哪一条线上。我之前自己练习的时候就错过了，而且不止错过了1个回血道具。游戏的回血道具分布还是很合理的，一般都是你要坚持不住了，它会给你一个。但如果你错过的话，那这关就很难了。蓄力攻击，就是刚刚这种道具，它是上边绑着一个气球，人多的时候一定要用 AB。这里发射导弹，虽然它出来我大概知道在哪条线，但是躲的时候有些时候就看不清了。这里被打到了一次。AB 打飞机也特别好用，不对，应该说打飞行器。前方距离 BOSS 战就不远了。这是大脚帮的运兵船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细节，对面小兵掉下去之后会摔上来螺丝之类的零件。我又被炮弹击中了。我刚刚还在看热闹啊，我发现这个炮弹击中了对面的小兵。结果吃瓜吃到了自己头上。大脚帮又在打自由女神像的主意。BOSS 战了。他刚刚是把克朗的身体就那样扔掉了，是吗？太随意了。下边应该是有人接应。这个 BOSS 我感觉拼命就可以了，我上来莽了一波，打了他半格的血。他这招太讨厌了，我打不中他。又发射炮弹，无所谓，他血量不多了。好的，拼下来了。这关打了不到4分钟。这个家伙是坠毁了吧？
最后好像是翅膀受伤了。第9关科尼岛危机，刚刚 BOSS 这个剪影，很多小伙伴可能已经看出来了。BOSS 是那只鳄鱼，鳄鱼在红白机3代的时候非常难。算是新人杀手，但是这款游戏当中的鳄鱼不是很难打。难打的 BOSS 一般出现在10章之后。而且玩家玩了1个多小时、2个小时，精力早已经无法集中，所以后面的 BOSS 打得会更加的艰苦。就是拿着大刀的敌人，这种敌人同样持刀的情况下，非常喜欢防御。连续被地板弹了2次。我不应该按闪避键起身，刚才应该按跳跃键起身。这是游戏当中的2种倒地之后的瘦身方式。哇，这里好难啊！主要是这2个拿着大刀的敌人不好对付。有个超杀就放，我稍微一走神，这么多血就没有。来了一个无敌道具，这个道具最爽。一个 AB 绕到身后，被小兵的皮揣子枪打到了一下。这一下伤害不高，但是侮辱性极强。来了，这种黑色衣服的小兵，我感觉比较难处理。幸亏咱们有 AB， 平 A 碰到他，他就会一个后跳，然后扔出手里剑打你，非常灵敏。如果单个出来1、2个还好对付，但是他和其他的兵种一起出现，比如说那种拿着大刀的，拿着短刀的，玩家就很难应付。放个超杀带走了，跳跃超杀，每次消耗1个摄像机。刚刚2个回血道具给的间距非常近，看来开发者也知道这一段的难度稍稍有一点高。爆1个气球，倒计时结束之后，给了点分数。它上方也能弹到人啊，就是说整张贴图都不能碰。这里应该就是 BOSS 战了。打这只鳄鱼，打法还是拼命。不断的 AB， 打得他一点脾气没有。血量少了之后，他会钻这些下水道，尽量快点打，不让他钻，因为非常拖节奏。
一个超杀最后带走，拼掉了我40%的血，比较划算，就是用血量来换取时间。接着追呀，我感觉游戏从头到尾都是在追克朗的这些身体部件，但是越追部件越多。第10关了，可能最后克朗还是会被拼凑完成吧。哇，这个机器人4个跑动攻击吃下来了，没爆。被车撞到了。我记得第2关也有开车的敌人，但是第2关敌人开车的方向是向右下，这次他向左下。在我的面前开车真的是不能忍啊！这个家伙还撞我，跑动攻击也没有打到他，是我出招晚了吗？再试一下，这次早一点出招。导弹会打到他们自己人，但是这个导弹也太密集了。这里有一个回血道具，我感觉这次我出招比较早啊，怎么还是被撞了？看来以后拆摩托最好是 AB。敌方的新型机器人，机器人会抓人，会砸。还会吐出这种机械老鼠。我这里就是因为有了一个饼，有了一个披萨，所以说有一点浪，有恃无恐啊。游戏的难度也是比之前要难很多了，毕竟已经是第10关了。这2个小兵太浪费了，摔坏了一个显示器，摔坏了一个电视。我小的时候看的就是这种电视。我记得我们家第一个电视是1983年买的，14寸的黑白电视。我出生于1982。比我家的电视略大一点，但是没准人家是先生产后销售的，对吧？所以说可能我们2个在伯仲之间吧。现在说谁家还有黑白电视，已经匪夷所思了。当年有一段时间还卖过一种产品，说是能把黑白电视变成彩色的，其实就是一张彩色的塑料膜，放在屏幕前面。老鼠咬到了手上，这是一个无敌道具，我捡的有点早了，这些兵还没开始刷。因为我不知道箱子里有什么，10几关让我背板已经不现实了。哇，这些炸弹一个都没有炸到我呀！这是大型的母老鼠，可以吐出来小型的机械鼠。
放个超杀带走吧。蓄一个气，这里就是 BOSS 战了。这个 BOSS 也不算难，还是拼命的打法。地面还有一个回血道具，比上一关的环境还要好。已经打了他半格，我手上还有一个超杀没放。打得越快 ，BOSS 施展一些非常狠的招式的机会也就越少。这里他要放一个附身技，而且发射炮弹，咱们只能躲了。好，附身完成，可以输出了。这样的话，打完，埃普雷尔果然厉害呀，深藏不露，欺骗了咱们整个童年。那好吧，本期时间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剧情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